我是 Flyn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一起跟我聊聊我的日本生活。正式影片开始之前，麻烦请先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才能够及时收到我的更新讯息哦。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要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来日本就职的话，到底应该要选择新创企业，也就是 startup， 还是应该要选择大手企业好呢？我自己有幸有待过这两种公司，所以想要透过工作的环境、文化，还有大家关心的薪资、福利等等来聊一下大手公司还有新创公司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差异，还有我自己会建议在哪一种公司就职。先简单来说一下我待这两个公司的规模的差别。一开始的新创公司，它是在2016年成立的，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进这间公司，所以是在它1岁多的时候我进这间公司，真的是看它从非常幼小的阶段慢慢成长到后来我离开，它已经算是有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规模。它现在的规模呢，也只有说员工数大概200多人，资金的话是10亿的资本金左右。而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员工数是18号，所以真的是非常元老级的员工了。而现在待的这一间大手公司，它的最原始的初期其实可以追回到1923年左右，它是一个日本非常大的集团下面的其中一个企业，不过是在2003年正式独立出来这一间公司，而在近年呢，它被另外的外资又收购了更多的股票，所以它现在其实是属于一个外资企业，资本金呢有350亿日元，员工数有大概1万人左右。所以这个是这两间公司非常大的一个规模的差异。今天就我待过的这两间公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新创企业跟大手企业到底有什么差别。首先就先来聊聊我怎么找到这两份工作。这个新创公司我是在脸书上面找到面试的机会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抱有一个来打工度假的心态，并没有想说我之后要有长期在日本居住的规划，所以没有在一般大家日本就职的网站，像 Doda、Indeed 啊、Mynavi 啊这些比较大型的网站上面去找工作，而是在脸书上面的一些互相交流的团体里面去看有没有打工的机会，而刚好就看到了这份职缺，它甚至是建设员，就觉得好像比打工还要好一点，就试试看。应征的流程是当天到了公司，跟那个团队的 manager 去做了面试，然后 manager 觉得还不错，就直接再把我带到社长的办公室。其实说办公室其实就是个小小的房间，然后跟社长聊聊天，就上了。面试拿到的 offer 是一张薄薄的纸，因为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反正比打工好一些，我就签了，就直接在那间公司上班，一做也就做了5年左右，5年多。这是我这一份新创公司当初拿到面试还有整个面试的流程。而现在的这一份大手工作呢，是在 LinkedIn 上面猎人头来找我的。如果你也是想要找比较外资的工作啊，就建议真的是在 LinkedIn 上面把你的履历改好，猎人头就会联系你。我在 LinkedIn 上面其实自己也有投过很多的履历，不过自己投的真的几乎都不会有回应，而是猎人头他来跟你联系，跟你说他手上有什么样子的工作的话，是比较有几率可以帮你争取到面试的机会。反正这间大手公司我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流程，猎人头他联系我，跟我说他手上有这个工作职缺，蛮符合我的一些工作经历，问我有没有兴趣。而我回有兴趣之后，他就打电话跟我再聊更多这个工作的一些详细内容，以及他也了解我到底我的能力在哪里，是不是真的符合这个职缺。后来达成一定的协议之后，他就再帮我联系我现在这间公司的人资，帮我们搭起了桥梁去做面试。而面试呢分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跟我们团体的 manager 跟一个小 leader 做第一阶段的面谈，面谈完他们觉得不错，过了之后就是跟我们这个团队的更上面的一个 manager 还有人资2个人再做进一步的面谈，反正流程就是大概这样子。而之后拿到的合约也就比前一份公司正式的很多，大公司他们的一些制度上面稍微完善了一些。所以这个是在我找工作跟面试上面小公司跟大公司当初的一些差别。而如果你也准备要在日本就职的话呢，我有在说明栏里面放了很多日本现在大家会使用的一些求职的网站，所以你可以去看看参考看看。
第二，让我们来聊聊工作上的环境。我现在要讲的是硬体上设备的环境差别。首先讲这些电脑啊，还有手机的部分。前一份公司，它一开始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配备，我是完全用我自己个人的电脑去做工作的处理，还有也是用自己的手机去加入 LINE 的群组，用我自己个人的 LINE 的账号去做工作上面一切的回应。那个时候真的也没有想太多，没有想到自己的个人电脑一些资安问题啊，或其实比较严重的是公司的客户资料的一些资安问题等等。不过大家也放心，我们都是有职业品的道德的，所以完全没有泄露过任何客户的一些资料。后来离开公司，这些资料全部都删除，所以绝对不会有什么泄露的危机。而当然啦，公司它现在成长越来越大之后，后来都是直接有发公司的电脑给员工使用。而现在的大手公司呢，就直接会帮我们配好电脑，还有里面的一些系统配备。每个人也会有一只手机，跟手机还有电脑周边的一些需要使用的电池啊，或是耳机等等的配备。而且另外一点跟小公司不一样的是，他们甚至会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在处理你的硬体软体设备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硬体软体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专门的电话给那个部门，他们可以远程去帮你解决问题，或者是如果硬体上的问题啊，就直接到公司那个部门的办公室去，他们可以直接帮你去做解决。这个会是跟新创这个小公司还蛮大的一个差别。而实体的工作环境，像是办公室还有用餐的部分，以前的这间小公司啊，最一开始的那个办公室，我甚至会说它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然后好朋友们在一起工作的感觉。那个时候呢，部门跟部门之间的隔离就是一张一张的桌子，我甚至手伸出来就可以碰到我的社长，那个社长跟你聊一下，大家距离是非常亲近的。然后厕所也就是大家共用，虽然有男女分开啦，反正但是就是一间厕所。而且会议的话还要到其他楼层去借用会议室，吃饭的地方呢也就一个小小隔开来的地方，所以真的不是一个非常像是办公室的办公空间。后来也是渐渐成长，我在那间公司5年之间搬了4次左右，4、5次左右的办公室。我之后都不放什么东西在公司，就是要搬迁的时候一个背包就可以直接走。后来搬到的办公室当然就成长很多，甚至还有贩卖机，然后大家的休息区也是有隔开来的隔间，可以躺下来休息，也有吸烟区给需要吸烟的人可以去里面吸烟。整体上面还是成长很多了。而现在这间大手公司，它其实是有一个工厂，所以工厂和总部的办公室，大家就是必须要在这个厂里面一起工作，会规模蛮大，空间当然就是大蛮多的新总部有4到5层楼，每个部门也都是有区分开来。不过这个公司我们大家大部分是在家里面上班，所以不会有固定的座位，大家是在上班的前几天用手机去预约说我要坐哪一个座位。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置物柜，所以你就是从你的置物柜里面拿东西放东西，而你坐的位置上你就不能放你自己的个人物品，因为毕竟大家是共用的。会议室的话也就是去预约，有自己一个人的小小的办公空间也有2个人的会议室、4个人的会议室、大型会议室，资源跟整体的空间上面比较起来，一定是比小公司大很多。吃饭的地方也是不会是一个隔间出来给你吃饭而已，当然共用空间你可以在那边吃你的便当，自己热的便当。而另外也会有公司的食堂，食堂是在总部上班的人跟在工厂上班的人午休时间都是会去那边吃饭。虽然我们公司不是免费，但是价格还是有比外面稍微经济实惠一些。如果没有做自己的便当的话，就可以去那边，空间也是非常的大，选择也算还蛮多的。这些是大手公司跟新创公司规模上面、硬体设备上面的一些差别。再来聊一下工作文化上的差别。这个部分我就要说，我的确会喜欢新创公司多一些。首先讲到敏捷度，敏捷度的话呢，像刚刚讲的对话嘛，大家几乎就是在身边，所以任何的意见传达啊，想要沟通的资讯啊，很快的就可以传到你想要传达的部门去，甚至对社长或是上面的人的话，也是很迅速的可以面对面的去传达一些消息，之后要去做解决的对策或是决策，也可以很快的就发布下来去做讨论。而在大手公司的话，这个部分就会慢很多。首先你想要传达意见出去，就可能要跑好几个流程，跑上去之后呢，又要去思考到说，这个不一定只影响到1、2个部门，会影响到很多部门，甚至是海外的部门，所以整个决策的制定等等的都会慢很多。这是我刚进到这个大手公司之后非常不习惯的一个地方。
而另外一个让我感觉差别挺大的，还有是对公司的影响力。以前在新创的公司有很多的制度啊规则，它其实并不是很完善，一开始会觉得是缺点。不过如果当你今天是一个希望对公司有所提案、有所改变的人，那这个其实会是一个蛮大的机会。像我做出的几个对公司的影响呢，首先第一个是对福利上面的一个提案。当初因为我们的团队是需要对应外国人，所以就会想要加强自己的语言，不管是对英文或是日文的学习，都会想要再进修。我就跟我的上司说好希望公司可以给我们一些补助，让我们去加强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我真的很需要夸赞我前一份公司，他们在这一点真的会听员工的声音。没过多久，真的就颁发了这一个新的福利，是每个人每个月可以申请最高额1万块的补助，只要是你是进行对工作上有帮助的，像是语言学习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能力的晋升，都可以跟公司申请这个补助。第二个我对前一份公司的提案是，当初新冠肺炎结束后，我们本来的 call center 要在跟我们进行续约时，提高的价格非常夸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公司提了一个案说，不然我们自己做我们的 call center， 在台湾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找到3国语言的人才，比较好管理，也不会这样被恶意的提高价格。后来公司还真的就采取了我的意见，我们也就把台湾的这个公司成立起来，成立了我们的 call center。对我来说，这是工作上面非常大的成就感。这个是在新创企业当中，如果你愿意去挑战，愿意去做，真的很有可能可以达到的成就感。而在现在的大手公司，你想要去影响公司的制度改变，可以说是不太可能。除非你今天已经在公司有一定的年资、一定的资历、一定的阶级，才比较有可能进到这一步。而在新创的公司，你可能比较可以轻易的提出的一些提案跟改革，在大手的公司真的很难去执行。这个是小公司跟大公司，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说，差别很大的一个地方。讲到文化上的差别，应该也会想到人际关系啊，同事相处。可能我现在待的这2间公司都是有外国人，而且大家都是思想比较开放，比较包容性强，所以比较不会有遇到说跟日本人的隔阂啊，或者是上班很有礼貌，下班完全不认识你这种状况，我倒是没有遇过。反而说到聚餐和尾牙的话，2个公司就有差别了。以前的新创的这个小公司会有固定的尾牙，每3个月或是半年都会有一定的资金提供给每一个部门，每个人每个月有一定的金额可以申请，让部门去聚餐。尾牙的话，虽然海外的部门比较不容易参加，不过在东京所有人都是可以参与的，公司也会出所有的费用，还有抽奖奖品会送给抽奖的人或是表现良好的人。而现在的大手公司呢，整个公司的尾牙是没有的，团体呢也要看你们这个团队是不是会办尾牙，这就要看整个团队的 manager 他自己想要怎么样进行。我进到公司是有参加尾牙跟几次的聚会，而其中只有2次没有要我们付钱，其他我们都必须要自己出钱。一开始我也是蛮惊讶，想说哇，大公司反而没有帮员工出这些费用，这就是现实。再来我们聊聊福利吧，先来聊聊休假的制度。一开始的小公司就是跟着法律走，入社半年之后有10天的假，后来再1年1年累积上去。而驻日就是国定假日，还是要轮班上班。国定假日的天数我们就可以累积起来，在其他的日子去休假。而现在的大手公司刚进公司的时候就有12天的假可以休，超爽。国定假日就是按照国定假日去放假，而这个大手公司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不鼓励加班，也不可以加班，所以上班的时数，反正我们自己打卡去看你今天想要上几个小时，你今天就算只上1-2个小时，只要你的工作安排没问题，那也可以。你今天想要上10个小时的话，也可以，反正就是整个月累积下来，你需要上到那一定的时数就 OK。这是这间大手公司自由度很高的一个地方。再来讲到一些补助，以前的这间小公司的补助，我觉得以一个新创的公司来说，它也给得很不错。我当时自己有利用到的是搬家的补助15万。我社长后来跟我说，我是第一个开启使用这个补助的人。哇，后来大家都在用这个补助。另外还有住宿的补助，听说现在好像取消了。我那个时候是住在公司2站以内的人，每个月有2万块的住宿补助。
还有我刚刚提到的学习的补助，1个月上限有1万块，以及部门的聚餐的补助费用等等。而现在这间大手公司的补助呢，也是有住宿的补助，可是它就会有分年龄，比如说30岁以下，或者是结婚之后40岁以下5年之内的人可以拿住宿的补助。交通费的补助就两边都是有的。学习的部分呢，现在这个公司虽然不是说你可以申请一个什么1个月1万块的补助，但是它有另外给我们一个后生福利，每年呢会帮我们存3万块进去，这个3万块你就可以去使用，像是做一些线上的学习，或甚至去联谊，还有 Uber Eats 啊等等很多的不同的方面都可以使用。我自己是利用在我的房租补助，每年他这3万块进来，我就会立刻去申请，就可以帮我抵掉我上1个月交的房租，帮我直接抵3万块。而且使用这个 APP 的话，它很多地方可以有特别的折扣，这个是这间大手公司给我们的另外一种福利。最后当然是要聊大家最关心的薪资。以前这个小公司呢，哇，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薪水真的是好低呀。刚开始进那份公司，我的每个月的月薪只有21万，拿到手的只有16万多，而且没有 bonus， 没有年终奖金。当初怎么活下来的，我都觉得自己好厉害。当然，我后来离开公司的时候是有加了一定的额度，而加薪的范围，我会说在新创公司可以有机会加蛮大幅度的。我最大的一次额度加了30%。那也是因为薪水比较低啦。一般正常来说，不管是新创企业或是大手企业，如果你表现一般的话，大概就是加2%或是3%。在新创的话，如果你的表现优异，或者是你有往上晋升，那加的额度就有可能大幅跳蛮多。当初除了我自己的例子之外，身边也有一些表现很不错的同事，有一次被加薪挺多的。而我现在在的这间大手公司，薪资呢，月薪是比我前一份公司的月薪再高一点点，再加上它是有年终奖金的。年终奖金呢，每年几乎是5个月，去年是5个月，不过我刚进公司不到1年，所以没有拿到整整5个月，大概拿了4个月。今年的话呢，公司本来是一个人只有4.6个月，但是我去年的表现呢，被经理评为超出预期，所以我会拿到差不多5个月的年终奖金。另外，我们还会有类似退休金的这种確定休息年金，它比退休金还好，因为它是我们可以在那个账户里面再把这一笔钱拿去做额外的投资，甚至可以自己决定说从我的薪水再多拿一部分去这一个账户里面做更多的老后的年金的投资。大手公司的加薪制度呢，以我这一间大手公司的话，它是1年加1次，但是它加的内容会分2种，一种是公司看它去年年度的整个表现，去算说不管你去年表现如何，所有人加一定的金额。去年呢，我们加薪12000块日币，每个人，不管你的表现如何。而今年加的少一点，一个人是加7800。我也有听过说加最少的好像只加500块。除了这一个加薪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看你的表现。像我刚刚讲的，如果去年被评比表现比较好，加的金额可能就有比别人稍微多一点点。但再怎么多，其实它也就是一个范围，公司也会规定说大家可以加的范围就是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我们就是加大概2%或是3%。以上就是我在大手的公司还有在新创企业薪资上面的一个差异。我可以说就是差蛮多的啦，尤其有没有年终奖金真的是差非常的多，跟退休金这一块其实也是老后之后蛮大的一个差别。我有问题，那么你会建议要选择大手企业还是新创企业呢？要我做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钱多的那一个。好啦，开玩笑的。我会说你必须要去好好思考一下，你想要挑战什么样子的工作环境。如果以我的个人的状态来说，我会希望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工作形态，所以可能会偏向选择大手企业。新创企业呢，它很多的挑战是非常好的，可是同时你必须要去一直习惯去适应这些改变。像是我刚刚提到的前一份工作，我们常常搬办公室，另外在内容的工作当中，也需要常常使用新的软体或是工具，还有就是在制度上面也会常常做改变。我必须说这些改变很多都是好的，因为是在进步，要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而公司它正在成长，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企业，它必须要一直去改变，一直去挑战，才能够磨合到适合这一间公司的位置跟方向。而你在这间公司里面，你就必须要一直跟着公司去做成长。所以在你自己的专业内容之外，你还必须要同时去适应以及去陪伴公司做这一些改变和成长。这个会是在新创公司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心理准备。而如果像是我会比较希望未来要再专精在自己的专业能力上的话，就会想要选择一个制度已经相对完善，在不管是软体、硬体或任何的其他规则啊规范上面不会有这么高频率的改变的环境下，那么对我来说，大手的企业可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每件事一定会有例外，像现在我的大手也是需要跟其他的公司做合并啊，这种更大规模的一些改变也有可能会发生。只不过那些小型的一些制度上还有软体上的一些更改，频率上面就不会像是新创的企业这么样子的频繁。另外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方式你是希望可以对公司上面的制度做多一点发声的人，那么新创企业可能就会比较适合你。刚刚我也聊到了，我对于新创企业其实有比较多的成就感，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挑战的事情，新创企业会给我比较多的机会去执行。而大手的企业呢，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已经规范好的我们需要做的大目标，我可能可以挑战的只有一些在这些大目标下面的小目标的一些突破。总结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对这份工作有没有兴趣，还有很现实的一面是这份工作的薪资能不能够支持你想要存款啊，或是你的生活上面的所有的花费。所以在前往日本就职之前，我会建议你必须好好的先认识一下自己，你的长处是什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这些都先好好的整理起来之后，再出发就职，去选择你想要的职业。我相信这会对你未来的职涯的发展，还有你生活快不快乐，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谢谢你今天陪我聊到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麻烦帮我按个赞，也请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会分享更多我在日本的生活还有在地资讯。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啦！ありがとう。